今天我来说一说啊，其实门当户对还是挺重要的。不管你是高攀还是下嫁，总之在两个人的三观方面就会很难契合，很容易起冲突。你想一想，毕竟两个人是在两种物质层次完全不同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那生活习惯、消费习惯通通不一样，并且反差很大。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案例啊，有一位男性朋友，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务农的，家境很贫寒。他10年苦读啊，终于考上了北京一所知名的大学。大学里呢，他认识了一位富家的千金，两个人确实也是真心相爱的啊，大概2-3年顺利的开始谈婚论嫁了。可以说呢，这是凤凰男的成功逆袭案例啊。可是接下来有趣的事情就是啊，他们在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经常因为这些问题啊争吵不断。特别是在消费观这件事情上，比如说这个男的，他因为从小家庭环境就不好，所以他在花钱这件事情上啊是非常节省的，反正就是能省的就省啊。可是这位千金小姐呢，人家从小啊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没有缺乏过物质。她呢觉得花几万块钱买个包包、买个化妆品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吃顿饭到5星级酒店、餐厅花几千块钱也是很平常的。她一个星期的花销就是她1个月的工资了。这个男的当时并没有觉得什么啊，为了跟富家千金结婚啊，他做了很大的努力，对这个女生好得不得了，各种舔狗式的讨好。结果呢，最后两个人啊终于结婚了。反正呢，彩礼没让他出1分钱，女孩的嫁妆倒是不少啊，婚礼都是女方家操办的，但是他必须呢做上门女婿，得入赘。可是婚后的生活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老丈人要他把工作辞了啊，把女儿陪伴好就行了，给他在自己的公司里啊安排了一个很闲的职务，工资给的呢还是比较到位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实权，甚至每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这样的生活过了2年，他每天唯唯诺诺陪伴老婆，平时啊还要看家里人其他人的白眼，人家家里啊也看不起他的家庭，所以呢亲家基本上不走动的。接下来啊，最后这件事情啊就引爆了他。老婆呢生了个孩子啊，结果老丈人啊要求这个孩子跟着女方家姓，这件事情最后彻底的激怒了他，于是这个婚姻真的走向解体了。他提出了离婚，因为他觉得我忍气吞声了3年，家里人都看不起自己，我自己呢也是上了名牌大学的人，结果在你这儿当牛做马还不被尊重，你们还不尊重我的父母和家人，把我家人当乞丐，好不容易现在有了孩子还得跟你们家姓，这男人的尊严和脸面啊被丢干净了，真的是忍无可忍，终于离婚了。可是离婚的结果呢也挺狗血的，老丈人啊是个极其精明的人啊，早就安排的妥妥的了。他离婚之后呢什么都没得到啊，就卷被子走人了，一个字儿啊滚。所以你们看啊，这个男人啊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最后得到啥了？得到了2个字儿啊，屈辱。其实就算是一个高攀的女孩子呀，那结果也会差不了多少的。一个家境比较穷的女孩子嫁给了一个富二代的公子哥，可能最后的结局跟她差不多，你们觉得对不对？最近有个事儿啊，我挺感触的。在相亲的时候呢，那些主动的女生啊，真的比较吃香啊。我一说这句话啊，可能有的女生又要骂我了啊。你先不要喷啊，听我把这个事儿说完啊。真的我见了很多啊。前几天有一对领证了啊，那来给我报喜嘛。其实我真的知道这个女生她真的会嫁得很快的啊，因为她情商真的很高。就是半年前我安排她跟这个男生见面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嘛啊，现在呢真的是僧多哈粥少，优秀的男生嘛毕竟不多嘛，所以那天啊我就安排了2个女生给这个男生见面。这个男生的条件呢是真心不错的啊，他在银行工作，是个硕士学历，北京呢有房有车啊，90年的，1.8米的个儿，长得呢白白净净的。总体来说，这样的男生算得上是相亲市场上的香饽饽了，所以2个女生对他都挺满意的，希望后续呢都有发展。结果男生呢对这2个女生的条件啊他都挺满意的啊，长相他也挺满意的，但是当时呢他有一点分不出伯仲来啊，不知道哪个更好一些，所以他觉得呢要不然跟这2个女生啊都接触再说啊。那么经过了1个多月接触下来，这个男生啊决定选择其中一个比较积极主动的女生。他说呢他原本其实内心呢他是有点看好另外那个女生的，但是呢他说那个女生明显就是个慢热的啊，发个信息真的是要半天才回复啊，每次约他出来都要约2、3次啊，都说自己没时间呀什么的，平时聊天话特别少啊，每次呢还是女生要结束话题。那出来约会呢
从来这个女生不会买单的，她连一瓶矿泉水都不会买啊。送她回家呢，一直就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啊，她连声谢谢都不会说啊。这个男生也给她送过小礼物什么的啊，那这个女孩呢是欣然接受啊，从来不会回馈任何东西。那这个男生呢说，我也搞不懂这个女生啊，她到底是很享受我追求她这个过程呢，还是根本就不喜欢我呢？啊，而那个主动的女生真是不一样啊。那这个慢热的女生还在享受着这个男生追求她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啊，而这个主动积极的女生已经跟这个男生经历了好多事情了。她呢会给这个男生啊去做一点烘焙做点小饼干做点小糕点呀。他们约会的时候呢，她会带上两个人一起吃真的挺有意思的她不会半天不回信息看到就会回的并且这个女生她会主动约这个男生出来比如说去爬爬山去骑行回到家呢，她会主动跟这个男生分享她今天的心情。那这个男生请她吃个饭呢，她一定会请这个男生喝个茶呀，喝个咖啡男生请她看个电影呢，她也会买个奶茶呀买点零食男生给她送的小礼物呢，她一定会回馈一个小心意的。而且这个男生每次送她回家，她都会跟男生说谢谢你送我回家非常开心的一天那这个女生真的很可爱直接就秒杀了那位慢热的。结果你们知道吗？后来我问过这个慢热的，我说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他说没有我挺喜欢的，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追着追着就不追了，好像也没什么耐心。你们说可笑不可笑你们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哪位呢？咱们评论区聊聊。资本已经开始放弃中国女性了，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对于资本而言已经逐渐没有作用了，因为现在的男人开始觉醒。听到这里一些敏感脆弱的姑娘们又该生气了，别以为我在胡说给你们制造焦虑。男人已经开始反抗了，越来越多的男人选择单身不结婚，他们不再愿意用金钱去追求女孩子，有些男人甚至就是单身不结婚作为反击。资本呢，它的核心就是赚钱，现在的情况很明显，资本呢迟早都会抛弃女性的，这个并不奇怪，姑娘们可能不太相信。你们可以来看一看今年的七夕在各大带货主播的评论区里，简直就像魔幻现实主义。有一个男生留言说去年的七夕他给他的对象转了520，结果人家连声谢谢都没说。那今年呢，他就什么都不表示了。我就问各位在直播间的男人们，如果是你在520的时候收到了520元，你有什么反应？评论区里边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呼应他那我会感觉自己很幸福幸福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男人说口罩的那3年，我和媳妇儿双双下岗他在家里呢也没做什么，我呢为了养家糊口出去找各种兼职，我媳妇儿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份辛苦，真事儿他除了清明节不收礼物之外，其他的节日都必须有礼物的，仪式感必须有，没饭吃了都得有，每一次都要跟我天翻地覆的闹腾，而且还每一次都拿离婚来威胁我。最后呢，我真的是受够了太累了。这些被资本洗脑的爱情观不知道作死了多少的家庭。后来我干脆同意离婚了，后半辈子我为自己活别提多惬意了。我的钱我花在自己身上不香吗我取悦我自己不香吗这样也算没有白来人间一趟吧。这些可能正是很多男生的辛酸写照。你能听出点端倪了吗？我为什么说资本会放弃女生了呢？因为聪明的男生觉醒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了，男生赚的钱更愿意花在自己的身上，取悦自己，他们不再想去用钱取悦女人婚姻作为女生敛财和跳跃的工具已经开始溃烂和被人放弃了，因为男生不再想配合了。根据数据统计，从2021年开始，中国单月消费1000元以上的男性数量已经远远超越女性的人数了。别看男生平时不怎么花钱但是他们只要花起钱来都是大笔大笔的钱，几十万买个车，5、6万买个滑雪板上万的钱给自己的游戏充币改装一下车，去世界各地滑雪，到各大海洋潜水。其实男生们一直不缺钱，只是呢之前为了追求女性而低下了身段而已。那现在他们开始觉醒了好好的爱自己吧，取悦自己吧，不再维持金钱恋爱了。所以这些活不起的姑娘们再想用钱来考验男生的真心已经开始行不通了。咱们还是认认真真的谈恋爱好吗？以后从男人这里捞钱的机会可能只能碰运气了。大家觉得我分析的对吗？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经常我都听到有女生说我不想将就着找个人结婚，我真的不想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我就很好奇这句话啊，是不是有点问题？现在到底是谁降低了谁的生活质量啊？难道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是女生在买单吗？是男生在天天要仪式感吗？是男生在要转账要红包吗？是男生在要买包买奢侈品吗？难道现在的结婚是女方在买房子买车？是男方在说父母养自己这么大不容易，所以结婚要几十万的彩礼，要3金吗？我就不太明白啊，男生如果不谈恋爱不结婚，那他不知道少了多少开支啊，你们算过了没有？那些花在谈恋爱结婚这件事情上的钱呀，够他们干很多很多的事儿了。不谈恋爱就不用去娱乐场所啊，不用去看电影，也不用上高档餐厅，也不用一年几十个节日准备各种礼物啊，也不用给他发红包转账买奢侈品送鲜花。不谈女朋友啊，就不用去考虑贷款买房买车，每个月你就不用背上千上万的房贷车贷了，而且有很多贷款一还就是几十年，这几十年啊，你都不能停止工作的，也不能轻易的辞职啊，就要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啊，想想都很压抑。不找女孩子结婚的话，就不用考虑以后小孩10几年的教育费用了啊，只要不报复性的消费，即便是一天花100块钱，按照一个月这5000块钱来讲，也能省2000。不过啊，资本它是不会放过任何人的，没有男性的消费呢，那女性被抛弃之后，他们会转战男性市场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顾虑啊，可能也是多余的，因为男生他不像女生，他们的消费一般都很理性，因为钱是自己赚的嘛，他们会更知道钱的来之不易。昨天呢，我在之前我发的一个视频，资本即将抛弃女性的评论区啊，看到了好多的人啊，在晒自己不谈对象之后给自己买的各种礼物，有晒机车的，有晒轿车的，有晒跑鞋的，有晒鱼竿的，有晒电脑手机的。真的啊，当男生开始取悦自己，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很多的男生都在说，自从我不给女生花钱之后，我发现我的钱真的是花不完的。想一想还真的是啊，只要他不谈女朋友，那生活质量才叫杠杠的好。所以女生们啊，真的啊，别再说那样的话来混淆视听了，是你降低了人家男生的生活质量，还差不多。一个月挣5000的瞧不上人家挣2万的，一个月挣5万的看不上人家挣10万的。女生不管自己在哪个档次，她都觉得是男生降低了自己的生活质量。她们有的时候好像对钱根本就没有概念，对婚姻对生活也是完全没有正确认知的。你们觉得是这样吗？最近呢，有一位家长问我啊，说他女儿33岁了啊，想找个男朋友，怎么这么难呢？我们先说一说他的条件啊，本科毕业，身高呢是1.65米，体重呢110斤，在北京做培训的工作，月收入呢1.5万，目前呢没房没车，到现在没有谈过几次恋爱。像这样的女生，家里边确实很着急。那她自己的压力呢也不小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年纪大了没有结婚，每一次过年回家呀，家里人都会催婚的，导致他们呢有时候过年过节回家，看到家里的长辈啊就会害怕。说实话，她这个女儿人还是不错的，可是呢她找男朋友的标准却有点高。家里呢2个月给她介绍了4个相亲对象，全部都凉凉了。前3个呢分别都死于身高不够高啊，或者呢是工作狂没有情趣了，要么呢就是工资还没有他高了。第4个呢她还挺满意的，不过呢她每一次跟人家聊天都很被动，说白点啊，她就是每次要等男方找她聊天，态度从来都是不主动也不热情，她生怕呀在男生面前掉价了，以至于1个月之后男方不再找她聊天了。又过了10多天之后啊，她感觉不对劲儿了，就主动找这个男方聊天，结果男方跟她说呀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结果她就痛骂这个男生是个渣男啊，说有女朋友怎么还出来相亲啊，真不是个东西。现在啊，他的父母看着这种情况，问我该怎么办？为什么他女儿条件并没有那么差，找一个喜欢的人怎么那么难呢？我就告诉他一个真理你知道吗？男生如果和女生进行对比的话，男生最大的优点就是人家听得进去实话从小就不会跟女生一样被家里无条件的宠着。他们觉得女儿的要求并不算高差不多就行了，身高1.75米以上，干净且耐看就好男生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月工资2万以上，最好本地呢有个房就行了，年纪小3岁到大5岁都可以接受。可是我说你现在用这个标准衡量一下，你女儿她自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男生对伴侣的要求吗？
他母亲说，我们是女生嘛，不一样，男生不都是向下兼容的吗？我说啊，其实啊，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男生和女生在婚姻的选择权利上是相等的。你在挑选男生的同时，男生人家也在挑你啊，没有谁欠着你的。你女儿虽然她心烦啊，她其实不是找不到喜欢的人，而是她一直都在等那个方方面面都比自己优秀的男生还得来追求她。可能她以前交的男朋友是比较优秀，可是呢，那些优秀的人可能只是跟她谈恋爱，并不意味着要跟她结婚，这个是两回事儿啊。你想要人家爱你，娶你回家，那你总得让人家图你点什么。比如说，你的颜值很高，比如说你身材有道啊，比如说你情绪价值给的很好啊，或者再比如说你谈吐不凡，你很自律，你千万别整天啊说自己要求不高了，就是没有人追啊。我打个比方，假如说你的高考分数，清华北大你随便挑，但是你舍不得离开家呀，随便挑一个家门口的985上了，这个呢才叫将就。但是其实呢，你就是一个上大专的线，却到处说自己一直在等北大清华的招生办的电话，眼看着志愿申报要快截止了，你又来了一句，985啊我都不要求了，我就将就着上个211算了。你看我已经把条件降到这么多了，211应该主动来抢我了吧。这个呢不叫将就，这个就叫还没睡醒呢，还做着梦呢啊，太自信了。他其实没有这个实力，但是呢又不甘心。结果他父母说，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过这个道理啊。我说啊，很多的女孩子，社会对她们的预期就是天真无邪，而且呢从小到大，女孩哪怕她是有一点点高于男孩的成绩啊，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和奖赏。所以她们内心深处的优越感真的不是1天2天才形成的。那除了真的关系好的人，或者是我们专业的人会告诉你，谁会告诉你你家的孩子并没有你心目中那么优秀啊，没有那么讨男人喜欢，更不会有人告诉你你家女儿长得不好看。谁吃饱了没事干去得罪人呢？对吗？最后呢，我很难说他们有没有听进去这些话。那就算是他的父母听进去了，那他的女儿要改变起来恐怕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你们说是不是？女人嫁不出去是因为太优秀了吗？其实优秀的原因真的不大，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啊。情况一，你23岁的时候有个80分的男人追你，你犹豫了一下没接受。28岁的时候呢，有个75分的男人追你，你想接受，但是你不甘心白白耽误的这5年时间，所以心里想着要是有一个81分的人追求，我就接受了。那到了33岁的时候呢，已经很少有70分以上的男人追你了，但是你的标准依旧是81分啊，于是你只能剩下了呀。那情况二呢，年轻的时候80分的你被一个95分的高富帅降维追求，那你欣然接受了，但是没有想到他是个花花公子，只想跟你玩一玩根本就没有打算跟你结婚，随便找了个理由就把你甩了。但此时的你呢，觉得95分的男人才是你门当户对的人，毕竟呢跟高富帅在一起真的很开心，以后找对象总不能低于90分。然后你拒绝了众多80到89分的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自身的分数也越来越低了，你的追求者呢也越来越普通了，于是你只能剩下了。那第三种情况呢，你自身是很优秀的，年轻的时候由于学业、事业等原因耽误了你的恋爱，直到事业有成才发现自己年龄太大了，剩下来了。但是女人和男人不同不愿意降维出嫁呀，你是32岁的年入100万的女强人，那你的择偶标准呢，一定是32岁到40岁的男士年入不少于100万的，在你眼里要求并不高，只要和你一样优秀就可以了。但是如此优秀的男士更加偏爱年轻貌美的小女生。情况四，你出生在条件一般的农村家庭，有一个弟弟之类的从小呢立志就想离开农村，向往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于是呢你就努力的学习，考上了1线城市的大学，毕业之后呢打拼了好几年，终于呢成了光鲜亮丽的白领，你的眼界随之变高了。你想立身在这座城市，不愿意回到农村找对象，必须是城里边有房有车的男生。在1线城市呢，跟你相同想法的女生真的不在少数了。你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相亲局，就是找不到特别满意的男生，要么呢身高太低了，要么呢长相太差了，或者呢工作就没有什么发展。就这样不知不觉你就被剩下了。
很多的人都觉得在一线城市的女性啊很优秀，就应该配得上最好的伴侣，就应该是相亲市场最受欢迎的女生。问题在于他们啊把一个人的优秀等同于婚姻里的优秀。通常说啊，一线城市的女生优秀，主要是指她们的事业不错，有较好的阅历啊，有较好的工作和学历。但是这个优秀只代表你工作的优秀啊，它跟婚姻里的这个优秀是两回事儿。很多的女生容易把优秀理解成工作啊，如果年收入到了50万以上，那确实很优秀。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呢，那觉得自己有更大的选择。可是你如果年入50万，你一定想找一个年入100万的。那年入50万，在年入100万的眼里，可能价值并不是很高。你只要到相亲市场里面竞争一下，你就能知道，在相亲局里，你看哪个女生收的花最多，她在男性眼中就是一个优秀的伴侣。看男性对于这个女生的受欢迎程度，也就能清楚的知道相亲市场什么叫优秀。对于男生来讲呢，优秀的伴侣首先看的就是年龄和颜值，其次呢是性格，其他的呢都随缘的。所以呢，你的那些工作、收入、学历、家境都是次要的，只是加分项啊，不是主要项，明白了吗？女生们知道吗？现在真的是变天了。男生们现在啊都在遵循333原则，如果女生还不知道的话啊，你真的要吃大亏了。什么是333原则呢？就是两个人认识之初，男生会主动的3次找你聊天，你回复特别慢啊，或者是回复的特别敷衍的话，他就不会再联系你了。然后呢，约你3次你都不出来的话，那直接啊就追下一个了。接触3个月啊还不想确定关系的，直接就把你拉黑删除了。所以女生不能再说啊，男生不主动追你了，那是因为你认为的矜持，或者你就是没有看上他，但是你又没有明说造成的后果。之前女生们都奉行一句话，就是说啊，如果一个男生追你都没有点耐心的话，那就说明他呀不那么爱你。他们还认为在感情当中，男生就应该主动，女生呢就应该矜持。女生如果回应的太积极了，太主动了的话，会很掉价的，也得不到男生的珍惜。那这些观念呢，对他们来说已经根深蒂固了啊，深深的存在于女生的心里面。这些观念有可能是父母给她灌输的，也有可能是她身边的闺蜜告诉她的。但是你们知道吗？这一套观念在如今啊，是真的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因为现在的男生，他们也想得很明白了，如果一个不爱他的女人，他就是花再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她，那也只是追来的东西，不是真心喜欢自己的。男生们还是相信爱情啊是双向奔赴的，一个真正爱他的女人是不会舍得让他追得那么辛苦的。你再漂亮也好，你再优秀也罢，如果你不喜欢他，那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何必要那么上赶着去讨好你？没那个必要的吧。还有很多的女生希望通过考验这个男生是不是舍得给自己花钱来衡量他是不是真心爱你的。说句实话，这件事情啊，反过来对女生也是一样的考验。你们明白吗？如果你是真心爱一个男生，你是不会舍得造他的钱的，你会心疼他挣钱的不易啊，会给他省钱，计划开支，甚至是你都会给他花钱，你更不会把他当提款机，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甚至呢还狮子大开口，要几十万上100万的东西。男人都不傻，你要是安心跟他过日子的话，他们其实也不会那么计较钱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男人会说我只给我自己的女人花钱，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啊，现在有好多的男女啊，在相识之初推进关系特别困难。因为相识之初，女人都要考验男人的诚意啊，男人呢要观察女人的真心。这个时候的男人是最不愿意轻易给你花钱的时候，而女人这个时候呢，最关心的就是男人的诚意，而这个诚意呢，他们就是靠金钱来衡量的。一切的一切就坏在这个点上了。你如果真心想跟人家过日子，你就拿出点未来妻子的样子，别整天把自己弄得跟个捞女差不多。哪个男人不下头啊？还想让人家娶你回家呢？我看他躲你都来不及呀。所以啊，你们这一类的啊，不剩下，那谁剩下呀？今天我和一个93年的女生对话啊，你们来听一听她是怎么说的。
他说啊，我想找一个年纪比我大10岁以上的男士，必须事业有成，资产过亿。我希望他能够成熟稳重，有一定的阅历，能够带领我呢走到更高的层次，教我人世间的人情世故，带我看尽这世间繁华，有一定格局的人。最好我们的思想认知呢能在一个频道上，希望他能包容我的幼稚和无知能够照顾我和理解我，并且在金钱上呢也愿意为我付出的人。不喜欢那种大男子主义、封建思想、顽固守旧还抠门小气的男人。最好我们有趋同的消费观。最后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不想要孩子的。于是我就很好奇地问他，那你能给对方带来什么呀？他想了想说，我年轻貌美，学历高啊。然后我就问他，那还有吗？他居然回答不上来了。你们说啊，可笑不可笑吧？于是我就跟他说，首先你的年轻貌美能维持多久？这个是随着时间会快速贬值的东西，你知道吗？其次呢，你有点太自信了。你觉得一个事业有成、资产都过亿的男人会喜欢一个思想很幼稚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女人吗？一个比你大10岁以上的成功男人啊，他的思想认知能跟你在一个频道吗？如果他的认知水平跟你在一个频道，估计他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了。我看啊，你是不是电视剧啊看得太多了？我告诉你啊，现实中并非如此的。那第3点呢，你想嫁给有钱人，还不想给他生孩子，他辛苦打拼多年攒下来的财富，只是为了等你的到来吗？亿万资产不需要有人来传承的吗？辛苦打下的江山不需要后人来守住的吗？你咋就这么天真呢？你这都不叫天真，我只能说你太自私了。说了半天对别人的要求，想一想，在提这些要求之前啊，首先问问自己能给对方带来什么，你对他而言价值是什么？你想清楚了你再来好吗？别在这白日做梦。你们说他是不是有病啊？